Hello， 大家好 ，Hello， 我是天。红米近期又推出了红米 K60 系列的新屏，红米 K60 至尊版。官方这次也把它定位在至尊性能，目标打造成年度性能之王，打开手机性能的新格局。我们现在就先来一起看看这台手机的配置。红米 K60 至尊版是搭载了全新第二代台积电4纳米工艺制成的联发科天玑9200 Plus 处理器，再配上 LPDDR5X 和 UFS 4.0的高速存储。红米这次也和 Business World 深度联调了最新的独显芯片 X7 来做补助。散热的部分，它是用上了全域冰感循环散热系统，还采用了电竞级5000平方毫米的超大不锈钢 VC 和10模吸纳腔导热膜。红米 K60 至尊版是用了一副6.67英寸第二代 1.5K 高亮高刷屏，再配上144Hz 电竞级的屏幕刷新率和480Hz 的触控采样率，屏幕峰值亮度最高可以去到2600尼特。它这次一共有推出3款颜色，第一款是隐青，第二款是墨雨黑，第三款是晴雪白。它的前置镜头是采用了 Sony IMX596 2000万像素的高清人像相机，后置镜头是搭载了5000万像素 Sony IMX800 旗舰传感器，再配上一颗800万像素的超广角镜头和一颗200万像素的微距镜头。红米 K60 至尊版也是首款红米可以支持 IP68 防尘防水的手机。电池的部分，它是配备了5000瓦的大电量，再配上120瓦的神仙秒充，还有小米澎湃 P1 芯片和小米澎湃 G1 芯片的补助。它也有支持立体声双扬声器和 XO 线性马达。红米 K60 至尊版有推出5个版本，12+256卖价2049 ，16+256卖价2169 ，16+512卖价2299，16+1TB 卖价2599，最后一个版本就是24+1TB 卖价2799。它的机身厚度是 8.49mm， 重量是去到204个 gram。这一个就是红米 K60 至尊版。我们先来做一个开箱，盒子里面会有送你一张说明书，也会有给你一支开SIM卡的SIM卡针，还会送给你一个透明的硅胶软壳，也会有给你一条 Type-C to USB 的数据线和一个原装120瓦的快充充电器。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红米 K60 至尊版的实体机，我们这次拿到的是晴雪白白色的版本，上方就有它的3颗镜头，还有一个闪光灯，下方就有一个红米的 logo。这一次红米 K60 至尊版是采用了陶瓷质感的玻璃杯盖，镜头模组是由一体化金属材料高精度一刀洗成，表面还覆盖了康宁 GG5 的玻璃。这个是下方的 speaker， 这个是 Type-C 的充电插孔，这个是麦克风的 sensor， 这个是放SIM卡的位置，这个是上方麦克风的 sensor， 这个是 infrared 的 sensor， 这个是上方的 speaker， 这个是侧边的音量按键加跟减，这个是开关机按键。从侧边看起来，它的镜头模组不会到很突出。SIM卡的部分，它可以支持2张SIM卡，但是不支持 memory 卡。红米 K60 至尊版的屏幕下巴也是属于比较窄的，前置镜头是采用了中间微打孔的设计。它的处理器是8核，最高可以去到 3.35 GHz。它的 Android 版本是用到 Android 13，系统版本是用到 MIUI 14.0.9。色彩风格里面，它可以支持生动、鲜艳、原色，还有高级模式。它也可以支持真彩显示。屏幕刷新率它可以支持60Hz，最高可以去到144Hz。它也有支持动态画面补偿。在内存扩展里面，它最高可以扩展多8个 GB 的 RAM。这个是主镜头，这个是广角镜头，这个是2倍镜头。它zoom的话，最高可以zoom到10倍。在录像里面，它也可以支持超级防抖。录影画质它可以支持 720p 30帧，最高可以去到 8K 24帧。这个是文档模式，这个是专业模式，这个是人像模式，这个是夜景模式。更多里面它可以支持 50MP 超清视效、全景、微电影、慢动作、延时摄影、蒙拍、AI 水印、长曝光。这个是开启了夜景模式之下拍摄出来的样张效果，这个是在比较暗的夜景之下拍摄出来的效果，这个是前置的人像模式，这个是开启了 50MP 超清视效拍摄出来的效果，这个是开启了后置主镜头 4K 60帧的帧数拍摄出来的效果，这个是开启了超级防抖拍摄出来的效果，这个是开启了前置镜头 1080p 30帧的帧数拍摄出来的效果。占兔兔跑分里面，它最高可以去到160万1483分，它的单核跑分是去到1329分，它的多核跑分是去到4692分。
在王者荣耀里面，它的帧率最高可以去到极高，分辨率最高可以去到超高。我们也可以去游戏助手里面打开画面增强，再选择智能插帧。当我们开启了之后，原生帧率会降低到48帧，但是游戏帧率会插帧到144帧，这样可以减少处理器的负荷，进而减少发烫。然后再由独显芯片通过插帧的技术，把低帧率插帧到高帧率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减轻处理器的负荷，再由独显芯片负责高帧率的体验，让画面流畅度更加丝滑，操作体验会更顺畅。开着游戏插帧，打了3场排位，温度保持在38到40度左右。和平精英里面，我们打开画面设置，流畅最高可以去到90帧，均衡最高可以去到极限，高清最高也是可以去到极限 ，HDR 高清也是一样可以去到极限，超高清要在外面大厅设置。红米 K60 至尊版这一次的定位是至尊性能，所以手机的核心性能非常重要。它配备了联发科最新天玑9200 Plus 满血版处理器，也采用了台积电第2代4纳米工艺制成 ，CPU 提升10%，GPU 也一样提升了10%，给到了出色的性能体验，跑分成绩高达160万以上，完美的超越了骁龙8 Gen 2手机。红米还联合 Bixus World 深度联调独显芯片 X7， 可以提升原生画面分辨率，实现 1.5K 超高分辨率，也能做到144帧的高帧率，带来出色的游戏视觉体验。另外，狂暴引擎 2.0 在软硬件深度协同，也带来了出色的体验感。屏幕方面，它是搭载了一副6.67英寸的柔性直屏，屏幕做到了 1.5K 级别分辨率，还有2600尼特超高峰质亮度。另外，这副屏幕还支持2880赫高频 PWM 调光，比一般的1920赫或者1440赫更激进，可以降低频闪，很大程度上减轻了频闪带来的眼部过度疲劳。影像方面，红米 K60 至尊版搭载了 Sony IMX800大底主摄，并且采用了7P 高规格镜片，再加上 OIS 和 EIS 光学防抖，日常拍照默认1250万像素照片，支持5000万全像素直出。同时，小米影像大脑全面融入天玑9200 Plus， 让拍照速度和画质得到了极大的提升。无论是在夜景之下，或者白天逆光的情况之下，细节表现都很突出，高光压制也很优秀，整体画面成像自然柔和，清晰无噪点。最后我们总结，作为 K60 系列的压轴 ，K60 至尊版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无脑的堆料，而是以软硬件深度融合作为出发点，极尽可能发掘性能释放的极限，再配合极致的性价比。所以红米 K60 至尊版也是目前市面上同价位里面体验最全面的一台手机。如果你们的预算在2800里面，想找一台性能比较全面的手机，都非常推荐你可以考虑这一台。也欢迎大家留言在评论区，看看你对这一次红米 K60 至尊版有什么看法。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，如果对这台手机有兴趣的朋友，都可以点击下方的购买链接来去做下单。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，记得赶快来帮我们做个订阅。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